发成绩单了，发成绩单了。哎，老李，这是你的。来，把老丁的也给我。拿好啊。好。老丁啊，你可真是个好学生啊！战役理论5分，战术理论5分，协同作战5分，后勤补给5分。你小子可以当教员了。要放假了，二位有什么打算呢？哎，你们要是有意去东北，我请你们尝尝吉林老窖。你小子中状元了吧？啊！我说呢，要你这个样儿，就得院长拿脚踢你，要不然你能考出这个成绩来？状元可不是我，咱高级指挥系的状元是人家金瞎子。金瞎子？是啊。凭什么是金瞎子？他才打过几仗啊！一直跟首长屁股后头收拾电报，他成状元了。所以你说这考试啊，你就没法说。就是啊，这老毛子有首军歌啊，他反是那个意思，我跟你们学学啊。这纸上全是开阔地，一股脑的把山头全忘记，到了战场上，10个有9个都拉稀。老李，你成绩咋样？拿着我瞧瞧。哎呀，一般吧，反正都及格了。你看，还卖上关子了，你快给我看看吧。不给。这小子，除了2个4分的，其余都是5分。哎，这个成绩对于我吕文龙来说就不错了。回到家里，我跟老婆孩子也有个交代。不错。哎，怎么样？这放假了，你有什么打算？哎呀，也没打算，四处走走呗。我走到哪儿是哪儿。我一算计这日子要快开学了，咱就赶紧往回撤。怎么样，老李，跟我一块串串？不去。哎，不去。咱回家看儿子去。哎，别拿儿子当幌子。想老婆了你就承认想老婆了，回去悠着点。扯淡！咱老李是离不开老婆的人吗？我是真回去看儿子。自从这小子出生啊，我还没见过他。哎呀，别哭了，别哭了！我说，你这哪像个小子啊？动不动就哭，这有点像个丫头。特特过来。哎，小雪，快抱走。别哭了，别哭了。你看你这做爸爸的，才抱一会儿就弄成这个样子。我告诉你，家里可不是军事学院，特特这孩子文气着呢。什么特特，这什么名字啊？特特还特务呢？你说叫什么名字不好啊？啊？叫李军、李征、李抗美、李前线，哪怕叫李坦克呢，也比叫李特务强啊。特特的中文意思是特别、特殊、不同一般，谁像你啊，光往特务上想。哎呀，还中文意思，那外文意思呢？我看你呀，是学俄文学的。舒伯特·李斯特，欧洲的大音乐家，跟咱们的儿子也只有一字之差呢。咱是中国人，起外国名字干啥呀？啊？按照家谱，我这辈儿犯云字，他这辈子就应该犯父字，就叫李富军。他爷爷奶奶在坟地里听着这个名字，准高兴。你爱叫什么叫什么，反正我只叫他李特特。哎，给个单间。南京军事学院丁伟学员，对不起，丁伟学员，本兵站没有单间了，只有大间。好。
再哭爸爸打了啊！什么我都没劲。啊！小铁儿，我回来了！哎呀，你小声点，儿子在睡觉呢，别吵醒他了。哎呀，你说我跟田宝华那几个小子喝酒，这嗓门能小吗？啊！再说了，人家把部队带得不错，我多喝点是应该的。哎呀，我在做功课呢，干嘛？咱这不是功课吗？啊！刚才常参谋长还说呢。行了行了，老李啊，别喝了，快回家吧啊！回家还有功课呢，我让他们嫉妒死了。哎呀，老李干！哎呀，你弄疼我了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咱这不是做功课吗？干什么，老李？哎。这孩子怎么往老子脸上撒尿啊？啊！叫人下没人养的东西！你是他爹啊？给我滚下来！啊，没事儿，来睡觉啊！你骂谁？欠揍是不是？好啊，你小子胆儿不小啊，敢和我动手。知道我谁吗？我管你是谁，你就是天王老子，我也敢揍。哎，伙计，你到手下留情，别伤到老人家。走。哟，这家伙他有点真功夫呢。他娘的！他娘的！好身手啊！你给我说，你小子哪儿学的功夫？是谁在打他？简直无法无天了！都哪部队的？把证件掏出来！你是 B 团参谋长，证件在你手里，用得着问我吗？那你的呢？军长，你怎么出事了？我是张治所所长冯水清，请您指示。哎，大家都继续休息啊，休息休息。你们下棋还接茬下啊！我得跟那小子好好谈谈。所长同志，你也请回吧。是。伙计，你可不带走运的。一个团参谋长揍一个军长，什么后果啊？知道，但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样，反正要倒霉。我做事从不后悔，打了就打了。军长同志，您看着办吧。好样的，刀架在脖子上都不认凶。军长的孩子只能吓唬耗子，他吓唬不了好汉。嘿，你要是不嫌弃我的拳脚不成，我们做个朋友，认识一下。我叫丁伟。你就是丁伟？嗯。哎呀，我早就听说过呀。哎呀，想当年赫赫有名的铁三角之一。哎呀，都怪我短棚有眼不识泰山啊！丁局长，咱这样吧，你再打我一顿，给你出出气，也算咱扯平了，咋样？盛名之下，其实难副啊，这不就败在你手下了吗？走，好。哎，坐坐坐，
哎呀，咋那么好的功夫？哪个部队的？C 军 B 团参谋长段鹏听候您的指示。我说的呢，你是李云龙的兵啊！哎呀，大水冲了龙王庙啊！哎，这是你们的地盘啊？是啊。好，明天你给我带路，我去老李他们家讨杯酒喝。好啊。哈哈哈。还没睡啊，小田啊？嘴怎么撅这么高啊？我喝多了是不是？哎呦，对不起。行了，别生气了，儿子就叫特特，特特就特特吧，啊，不就是个名字吗？反正你管他叫别的名字，现在他也不答应。我可告诉你，我父母明天来，你对儿子别大喊大叫的，外公外婆可心疼宝贝着呢。好，睡觉吧。老李啊，老李，老李，哎，你看看，我把谁给你带来了？哎呦，云龙二老来了。哎，小田儿，哎呀，爸爸你们来了。这是丁军长。哎，你好，丁军长。特特呢？在里面睡觉呢。快带我们老两口去看看。好，进来进来。好，谢谢啊，妈，进来。哎，老丁啊，怎么这么巧啊？真巧了啊！一趟车过来的，这一聊天才知道。来，坐，老丁。哎，坐。老李，一会儿见着你媳妇儿，那是叫嫂子还是叫弟妹啊？你说这事儿得闹清楚啊！咱俩谁大？我是1910年腊月28出生，你呢？当然是我大了，那还用问啊？我是1910年正月15出生的，啊，你得叫嫂子。丁军长，请喝水。哎，丁伟，拜见小嫂子了。不敢当，不敢当。我们家老李啊，经常念叨你，说你呀可神了。这小子是不是经常说我坏话？他说啊，你的部队啊凶极了，部队啊过渡口的时候，你们敢架着机枪吓唬友邻部队，有这事儿吗？那倒有，哪怪他们不懂事儿啊！你说这么窄的渡口，总得有先有后啊，所以呢，主力优先呐啊！行了，你就别接老丁的短了啊！你先陪陪你的父母，我们男人之间啊，还得有男人的话要闹闹。行行行，你们坐吧。那丁军长，那您自便啊。哎，好。老李啊，这么漂亮的媳妇儿搁家里放心呐。漂亮吗？我咋觉得一般呢？一下子逮着便宜卖乖了。怎么样，过得好吗？挺好的。恐怕不是这样吧？你们两个的文化和教养差距太大了，你觉得幸福吗？爸爸，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完美，这您知道。再说，他是我自己选择的，没什么好抱怨的。算了，不说这些了，说说你的学习吧。学俄文挺好，不光是语言，俄罗斯的文化积淀是很深厚的。你以前没有这个机会，以后啊，可不能放过这次机会。一旦走上这条路，想停都停不下来。一个列夫·托尔斯泰就够你研究一辈子的。小田儿，都过来吃饭吧。知道了。曹夫人，伯父伯母，我丁伟打小就敬重有学问的人。我的老战友吕云龙能有这样的岳父岳母和妻子，我丁伟打心眼里替他高兴。老李这辈子不容易啊，苦没少吃，血没少流，该过个安稳的日子了。来，我敬你们一杯。好，来，好，谢谢谢谢。
我听说二位军长都在做学问呢，军事学院。哎呀，我们这样的农业大国，缺的是科学家，缺工程师，缺各种管理人才。恕我直言，军人已经够多了。一个朝鲜战争就把国民经济推后了10年，应该把精力集中到经济建设上，国计民生啊！再造那么多将军，干什么？老先生，账不能那么算。你就说朝鲜战争，如果我们当初忍了，让美国人饮马鸭绿江，今天会是个什么后果呢？我是从东北来的，我跟你讲，全中国的重工业半数都在东北，东北的工业半数在南部，都在美国人的轰炸范围之内。你就是不打，也得防御。那好了，鸭绿江有1000多公里的防御线，需要多少部队？这些部队又需要多少开销？而且年复一年，你不知道他哪天打过来。这样下去，我们中国人民的国民生计安在啊？美国对新中国如此的敌视，他即使不在朝鲜打，也会在别的地方打，比如台湾、印度支那。既然要打，晚打不如早打，打完了咱们再建设。我不知道我说明白没有？啊，爸爸，你要早来几天啊，他们肯定说不过你。可现在晚了，人家刚刚受过高等军事教育呢。墨轩呀，隔行如隔山，你们政协呀也务虚吧，管什么军事呢？战争是政治的继续，怎么不能谈呢？丁军长，如果我们的争论仅仅是喝白酒好呢，还是喝红酒好？海参是葱爆呢，还是红烧？那就真弄好了。历史上从来没有因为这样的争论而引起有组织的残杀。有组织的残杀不外乎由以下几点争论而引起的：哪个民族是最好的？哪种宗教是最好的？哪种政治理论或政府形式是最好的？为什么其他人是如此的愚昧和邪恶？他们为什么要抗拒我们，把他们纳入我们的控制之下？有意思，老先生把战争叫做有组织残杀。我们为什么不能搁置这些意识形态的争论呢？哪些政治理论是最好的？哪种政府形式是最好的？当初共产党和国民党如果能搁置这些争论，就不会有后来的3年内战。和美国的关系也一样，应该搁置这些意识形态的争论。够了！你这种言论太危险了。说句不客气的话，这简直是反革命，要杀头的。老李，你不要激动嘛，这是在家里谈的个人看法，你不同意可以讨论吗？老先生，您先说。作为中共将领，你们有你们的战争观。作为民主人士，我田默玄有我自己的看法。就目前中国的经济与这样一个世界人口大国相比，可以说是一穷二白。应该把精力集中到国内的经济建设上。无论国际国内，凡意识形态的争论可以暂时搁置，发展国与国之间的正常关系，不要以意识来划分敌我，甚至卷入战争，这是中华民族的最大民族利益呀！老先生，您提的意见，我是听进去了。是否合理，
这我得好好想想。田先生，我们是军人，不太懂政治。军人就有军人的职责，维护国家主权、民族独立，这肯定不会错呀。田先生学识渊博，您能否赐教一些军事方面的见解啊？从来没有单纯的军事问题，军事和政治、外交那是密不可分的。从防务的角度上看，如果一个国家的周边地区出现了一个军事强国，它必然要构成潜在的威胁。无论他奉行什么主义，他和你的关系是如何的密切，作为一个有战略眼光的将军，应该有冷静的判断力和预见性。爸爸，您这是指？我什么也没有指，我讲的这是军事理论。有道理，有道理啊！这问题我得好好想想。老丁啊，你又在胡思乱想什么？今天都累了，大家都早点休息吧。好。老丁啊，我怎么越听越不对劲儿了啊？你怎么跟我老丈人搞到一块儿去了？老李啊，你忘了，我们在学院刚被会的。不谋万事者，不足谋一时；不谋全局者，不足谋一月。我还真挺欣赏你老爷夫的。甭管他说的对不对，他至少是在宏观上思考战争。老人家的话可以理解吗？这不是老丁来了吗？我也没送老人家，你别介意啊。我介意什么呀？人家是将军，我爹我妈，一介书生。我是真心的想送二位老人，尽管我们……你都把这个家当成军事司令部了，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军事命令。你让老人家还说什么？我不让他说了吗？啊？我怎么没让他说呀？可是你说他说那些干什么呀？我是为了老人家好。行了行了，人都走了还发狠了？我发狠了吗？你就是发狠了。哎，老丁啊，你帮我出主意。你说我这个毕业论文想个什么题目好呢？对不起，我自己的论文题目还没想好呢。你说我哪顾得上你啊？你小子不够意思了吧？咱们是什么关系？是老战友啊，一个锅里搅和勺子，一个战壕里冬瓜。你忘了万源保卫战那次，你的一个排被敌人围在了一个山头上，是谁冲过去帮你解的围啊？是记不清了，我还被敌人包围过？哪有这事儿？你看你个狗日的，你没良心吧？啊，别人帮你的你全都忘了，你这像话吗你啊？谁让你跟我算老账了？那我就没帮过你啊？帮过，打平安县城那一次，你帮完了忙，你就跟我算小账啊！一张口就4挺92式啊！你小子比地主老财青还黑呀！你看，你看，一翻旧账就都算不清了。你只记得送我4挺92式，啊？你怎么不记得我送你一骑兵营呢？哎，那叫你送的，那可不吗？啊，你只不过是动动嘴，送一个顺水人情。嘿嘿，我说你小子，你是只占便宜不吃亏呀你啊！得，咱不提了，行不行？不提了。你我彼此都不是吃亏的人。说论文吧，你不是想让我帮你出一个题目吗？没问题，但我可说好了，2瓶茅台，怎么样？行，豁出去了，2瓶茅台。你知道我刚才在想什么呀？就想你老丈人说那话。
老人家别看是个文人，真有战略眼光。别扯了，一个文人能有什么战略眼光啊？45年，抗战胜利后，我们团是比较早的进入东北的部队吧？和老大哥打过交道。说心里话，老大哥出兵东北，战术上确实漂亮，机械化兵团的推进速度惊人，后勤保障能力简直是无懈可击。受过2战洗礼的苏军将领，在战役指挥方面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。专业指挥程度令人称道，合围几10万关东军，那如摧枯拉朽。当时由于我们所处的地位，那自然是拍手称快。可你反过来一想，将来老大哥照原样要给咱们来一手，笑得出来吗？老丁啊，你认为将来有这种可能？对呀，军人考虑的就是国家主权、领土完整。哎，你就从这个思路想。我这脑子有点乱，这个题目是不是有点出圈了？我们不是政治家，也不是外交家，军人只考虑军人的问题。无论如何，我们考虑保卫国家疆土，这问题不能算出圈。有道理，这是国家利益。对，国家利益高于一切。我的毕业论文就是谈的国土防御问题。大纵深的战役理论，那是进攻理论。我研究的是大纵深的防御理论。老丁啊，你不会不知道我们和邻国之间的关系吧？我听说我们老大哥和纳粹德国还签订过互不侵犯条约呢，结果怎么样？还不是大干一场？那是一种政治策略，为的是赢得战争的准备时间。那你要这么说就没谱了。订条约之前还得琢磨琢磨，哪个是真心的，哪个是策略，那也太累人了。不如先把自己的院子看好了，甭管是谁，你要无缘无故的往我们家院子里闯，没二话先打出去再说。我不去进攻别人了，那总不能咱们看家护院还成罪过了。前些日子我在班里摸了一下底，连唬带蒙，我还真套出不少情报来。我发现大伙儿谁都没闲着，大致都有方向了。老罗的论文题目是坦克师与摩托化步兵师之间的战术配合。孔杰的论文题目是战略合围与向心突击。总之啊，他们谈的都是战略战术问题。废话，军事学院的毕业论文不扯战略战术，扯什么？总不能扯我的老本行边框吧？你是不是让我给你出主意啊？啊，你听不听？哎，不听了。你说。你就来个反其道而行之。你说就你兜里那点东西，你抖了遍了，你都是土渣子，你干不过他们。你扬长避短，我不谈战略战术，谈军人的精神，军人的战斗意志，这就是你常说的亮剑精神。这比任何战略战术都重要。我们这支军队靠的就是这种精神，才打赢了战争。对呀，亮剑，就是亮剑。讲这个我最有发言权了。好，就谈亮剑精神。这一晃就开学了。丁军长，哎，交代不周，请多见谅哪啊。儿的话呢？这还给你添麻烦呢。哪里，老婆，咱俩告个别吧。老李啊，时间不早了，别误火车了。走了。啊，好，再见了，一路平安。走好啊。好。
走吧。老李啊，那夫妻吵架可没隔夜仇啊。我看你也是个顾家的人，你这好品德呀。我想不开吧？小张啊，你上次跟我说那个图哈切夫斯基，你说他还有一段故事，你给我讲讲好不好？你还想着这位元帅？为什么？不知道。有的时候晚上睡不着觉，我一闭上眼睛，就好像能看见他。那天你跟我一讲，我觉得这个人是条汉子。好，那我给你讲讲他和苏联大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的故事。肖什么？我没听说过这个人。肖斯塔科维奇，这是一个世界级的音乐大师，他现在还活着。当他还是列宁格勒音乐学院的学生时，和图哈切夫斯基结成忘年交。那年他刚满18岁，而元帅已经43岁了。一个是大学生，一个是赫赫有名的元帅。图哈切夫斯基喜欢音乐，也喜欢这位有天才的年轻人。图哈切夫斯基死去之后，肖斯塔科维奇常常带着深切的悲伤怀念这位逝去的元帅。在以后的苏德战争中，在被长期围困的列宁格勒这个城市，他创作了著名的第7交响乐。当他指挥列宁格勒交响乐团，在敌人的轰炸和北极圈内冬季的刺骨寒风下，向在艰苦环境下英勇抗击纳粹军队的苏军官兵们做首场演出时，便取得了巨大成功。当时英美盟国特地派出飞机，将第7交响乐的总谱运到纽约和伦敦，以最著名的交响乐团在两地同时演出。此举轰动了世界，极大地鼓舞了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军民。人们称它为列宁格勒交响乐。肖斯塔科维奇自己并不反对这个新名称。他在回忆录中说，这个交响乐是关于被围困的列宁格勒。我们的人死得太多了，谁也不知道他们葬身何处，即使他们的亲属也不知道。到哪里去为图哈切夫斯基设立墓碑呢？只有音乐能做这件事。我不能为每一个受害者写一首作品，因此我把这首交响乐献给他们所有的人。哎呀，你说你不睡也不让别人睡。哎，你先坐起来，先坐起来。哎，老丁啊，你看这都几点了？李云龙这小子今天晚上8成就睡在那个女同志那儿，真不像话。你没证据，不要胡乱猜嘛。他也许去南京看老战友呢。狗屁！我还不知道。哎呀，他在南京没什么朋友，倒是他老婆在这一带有一些关系。老丁啊，我就不明白。他李云龙这不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吗？家里有那么好的老婆，他还敢瞎整？没听人家说吗？婚姻就像双鞋子，合脚不合脚，只有自己知道。你别瞎操心了。我说你这个人怎么一点立场都没有？亏你也是个军级干部，老战友犯错误，你连拉你都不拉一把。老孔，你别跟我这儿卖狗皮膏药啊！我可告诉你，你要是敢去政治部告老李的刁状，
我丁伟从此就没你这老战友。哎，丁伟啊，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？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去政治部告状了？你对着台阶唠叨，我懒得理你。丁伟，你这混蛋，你给我解释清楚！小田呐，你可别太生气啊！其实老李没怎么着，就是那个女同志总缠着他。我希望你能来一趟。当然呢，你别太为难老李呀。这小子我了解他，是个顺毛驴儿，你越逼他，他越往绝路上跑。咱们应该一起做做老李的工作，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嘛。小田呐，咱们虽然没见过面。可老李经常把你挂在嘴边上啊，他那笔记本第一页就是写的你的电话号码，这还是我偷着记的呢。这说明老李对你还是很有感情的，他只不过是一时鬼迷心窍罢了。小田呐，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呀！啊！谢谢你，孔军长。老李也经常提到你，他说红军时期一个班的老战友，就剩下你跟丁军长了。我知道你是看见老李的现状，为他着急，怕他犯错误。只有老战友才会这样做。你们的友谊是经过生死考验的，老李他也会感激你的。这件事，我会好好再想一想。再次的谢谢你，再见。喂，帮我借杯钱。喂，啊，田雨啊，我是冯楠。冯楠，老李他变心了，他跟张白露好上了，我要和他离婚。可我这心里难受。既然你已经决定离婚了，那还有什么可恨的？离了婚，你们就如同路人，还有什么爱呀恨的？傻丫头，不要再赌气了。张白露，我了解这个人，她挺聪明的，也是一个挺有魅力的女人。她爱上你丈夫，没什么可奇怪的。李云龙的性格就是挺吸引女人的，他除了文化差点，总的来说还算是个优秀的男人吧。再说了，他的地位那么高，这样的男人啊，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，总难免会有女人追着他。你就算躲过这次危机，难免还有下一次。你总不能什么事儿都不干，天天看着他吧？张白露也算是个心高气傲的女人了，她为什么这么下功夫追求李云龙？这里面的原因，为什么自己不好好想想？作为男人，李云龙身上确实有很出色的一面。你作为妻子，要是总发现不了丈夫的优点，而是一味的指责他、冷淡他，那你何必和他生活在一块儿呢？照这么看，离婚倒是件好事了。天宇啊，你想想自己，是不是太追求完美了？
世界上有完美的人吗？你的赵刚不是很完美吗？文化水平又高，又懂得体贴女性，而且还是个有血性的军人。你当然知足了。我告诉你啊，连赵刚自己都多次和我说过，同为军人，李云龙不知道比他强多少倍。除了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之外，李云龙哪方面都够他学的。别的不说，给他一个军，他就指挥不了，他就只能当政委，带兵打仗，他差远了。当年的晋西北独立团，要是跟没一个政委可以，没一个团长，这独立团连1个月都生存不下去。这就是李云龙的本事，这本事可不是吹出来的，实实在在干出来的。风南，听你这么一说，我还真觉得我以前做的很糟糕。那我该怎么办呢？这还用说吗？如果你还爱他，就把李云龙给抢回来啊！再说了，他本来就是你的。那我不跟你多说了，我马上去南京，把那个长了翅膀的家伙给追回来。这就对了，是你的，永远是你的；不是你的，得到也会失去。李云龙本来就是你的，他张白鹿固然聪明，可你田宇是谁呀？能败在他手下？快去吧，等你好消息啊！谢谢你，冯南，再见。